每年新机的主要发布时间点呢，通常是上半年的1到3月和下半年的7到9月啊。但是购买新机的最佳时间点，通常来说都是618和双11这两个大促节日。一方面呢是现在很多新手机上市的时候存在很多优化问题，早买不一定早享受。另外呢，就是这2年一堆新机冲高端，定价水分有点大啊。晚买呢不仅可以享受更加稳定的软件优化，还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折扣。那么今年双11什么手机值得买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1000到8000元档位的全价位机型主观推荐。每个价位带呢，我们都会推荐2到3款机型，并且把优缺点告诉大家。大家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1000到1500档位都是在限定的成本上做加减法，这边呢加一点，那边呢就少一点啊。什么机身质感、外围规格、堆料方面就不要有啥期待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价位的机子处理器强弱依然是核心关键。另外，很多人呢可能会买这个价位的机子作为一个纯备用机，或者说给家里要求不高的老人使用。那么续航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这里主要推荐3款机型。第一款呢是 Realme 的 Q5 骁龙695，性能呢不强，但是放在1000出头的价位还是比较 OK 的。120赫兹的 LCD 屏，Full HDR 的分辨率，还有5000毫安时电池加60瓦快充，侧边电容式指纹，8+128GB，推荐入手价格呢在1199元左右。第二款呢是爱酷的 Z5， 核心 SoC 呢相比 Realme 的 Q5要强许多，用的是骁龙778G，还有 UFS 3.1。而对比它的迭代产品 Z6 的配置呢还是更全面一些的，有双扬声器，有超广角镜头。蓝厂的机子就拍照来说，同价位呢也会更强一些，5000毫安时加778G，续航呢也不错。快充放在这个价位没啥毛病，8+128GB，推荐入手价格呢在1359元左右。第3款呢是红米的 Note 11 Pro 天玑920呢性能介于778G 和骁龙695之间，配合5160毫安时加67瓦快充。日常轻度使用呢，续航和流畅度表现呢都不错。120赫兹三星 Full HD 加 AMOLED 同价位显示效果呢有优势。另外呢还有双扬声器、XO 线性马达、全功能 NFC、红外等等，外围规格配置呢会更加全面。8+128GB，推荐入手价格呢在1499元左右。1599到2000档左右的机型处理器的配置规格相比1500元以内呢，整体上会强一档。另外呢，在其他方面的堆料也会稍微好一些如果说预算不是卡得那么紧，那么这个档位的机型综合体验呢，还是会比1500档以内的机子更好的，尤其是自己拿来作为主力机使用的话。第一款呢是 Realme GT Neo 2，一款老朋友机型了，从去年到现在，同价位呢一直是挺香的。优势呢是5000毫安时电池加60瓦快充，算是目前870机型里面续航最猛的一个了。骁龙870的性能呢要比778G 强不少，比如说大多数778G 机型跑王者荣耀极致画质90帧是比较吃力的，但870呢就比较轻松了。机身呢也有不错的散热堆料 ，Full HD 加三星 E4 硬屏，显示效果在这个价位上没啥毛病。缺点呢是拍照效果较弱，8+128GB，目前价格呢是1600元左右。第二款呢是红米 Note 11 T Pro 天玑810加144赫兹的 Full HD 加 LCD 屏，是今年为数不多搭载旗舰处理器平台的高素质 LCD 屏机型，显示效果呢好于1500档另外几款 LCD 屏机型。5080毫安时电池加持下，日常的使用续航、发热、流畅度表现呢都不错，还有67瓦快充加持。不过受限于成本中框后盖全部是塑料，发哥平台的中低端机型拍照不要有啥期待。高负载游戏性能释放相比 K50呢要差一些，8+128GB，推荐入手价格呢是1700元左右。第3款呢是爱酷的 Neo 6 SE，骁龙870加4700毫安时加80瓦快充，配合相对不错的机身散热堆料，日常使用流畅度、发热呢有保障。当然，续航对比上面2款呢要差一些，主摄呢6400万像素加光学防抖，同价位拍照表现呢更加出色。中框和后盖都是塑料材质，质感呢不咋地。8+256GB，推荐入手价格呢是1900元左右。2000到3000档位曾经呢是很多线上旗舰机型的主打定位，但是这2年随着手机价格的不断上涨，现在呢基本是一些主打性能的机子综合规格呢相比2000以内会更强，但是质感通常来说呢也是不太行了。这里呢主要推荐2款。第一款呢是 Realme 的 GT Neo 3，推荐的是5000毫安时加80瓦的版本，整体的质感手感相对 K50呢会略好些，比如说塑料中框的处理不那么廉价，轻薄的机身呢手感更好，5000毫安时电池续航呢也不错 ，IMX766主摄拍照表现呢好于 K50。缺点呢是这块 Full HD 加的类钻盘屏幕显示精细度稍差些，高负载游戏性能释放对比 K50呢要弱些。12+256GB，推荐入手价格呢是2100元左右。第二款呢是 Redmi K50今年2500档真香机2K 120赫兹 E4 直屏带来了越级体验，有正经的类 DC 调光，5500毫安时电池配合天玑820，日常的流畅度、发热控制、游戏续航表现呢都不错。缺点呢是拍照不太行，然后机身质感差一些，尤其是中框部分的处理上。12+256GB，推荐入手价格呢是2250元左右。第3款呢是 K50 Ultra， 这个机子原本是定为3000以上，产品力呢是不如 K50 的，
不过双十一期间降价幅度很大，目前呢12+256GB 已经是来到了2600左右。对比标准版，主要优势呢是骁龙8加加持下，游戏性能表现呢要更强，同时120瓦快充体验明显要更好。1220P 高频 PWM 调光屏幕，整体素质呢是不如 K50 的 2K 120Hz 的，但是这个价位上也完全 OK。不足点呢在于机身质感较差，拍照有提升，但是没有完全提升，其他方面基本上该有的也都有。接下来看一下3000到4000档位，第一款机型呢是一加 A4 Pro 啊，今年一加的整体表现确实挺让人失望的。不过到了 A4 Pro 这款机子呢，产品力总算是起色了。骁龙8加4800毫安时电池，150瓦快充，日常流畅度、续航、游戏表现呢都挺稳的。主摄 MX76优化的还算不错啊，虽然说是塑料中框，但是去掉了屏幕塑料支架，玻璃后盖做出了类似陶瓷的效果，质感呢也还行。16+256GB 推荐入手价格呢在3000元左右。当然纯3000这个档位，其实新发布的爱酷 Neo 7呢也不错，12+256GB 价格呢也在3000左右。当然 Neo 7因为还没有正式开售，具体可以等我们后续测试。按照蓝厂对于天玑9000的调教，性能流畅度无需担心，拍照部分应该会比 A4 Pro 呢更好。但 Orange OS 综合的系统体验呢要稍弱一些，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侧重点来进行选择。3500档位，如果你想买一台全面均衡的水桶机型，那么 X80 依然是首选。整体质感明显好于一加 A4 Pro， 三星 Full HD+15屏幕中规中矩，有正经的类 DC 调光，同时呢也有不错的散热堆料，日常的性能调度啊、游戏体验呢表现都不错。核心优势呢还是它的综合成像表现，依然是这个价位段最强的存在啊。比如说给到了2倍长焦，超广角呢支持自动对焦，主摄呢不是超大底方案，但是算法给到位。缺点呢是用的是短焦指纹，同时呢也不支持无线充电。8+256GB 推荐入手价格呢是3400元左右。第三款呢是小米12S Pro， 今年12S Pro 整体的手感、质感、外观呢都挺不错，但是上市的价格确实溢价偏多，缺少竞争力。不过双十一期间，多多上8+256GB 已经是把价格打到3700元左右了，比 X80 价格呢略高些，但是综合的配置也会更加全面些。12S 系列的骁龙8加流畅度优化的还不错，120瓦有线加50瓦无线啊，是相对 X80 的优势。同时呢，也有超薄屏下指纹，日常解锁更加顺手。2K 120Hz E5屏幕 ，X 轴线性马达、双扬、红外等外围规格呢，基本该有的也都有。主摄是 IMX707，成像效果还行，但是长焦和超广角的规格差一些，不如 X80。屏幕没有正经的类 DC 调光。今年 iPhone 14各种挤牙膏，确实没啥意思啊。相比去年的 iPhone 13，可以说是提升不大。A15依然是目前顶级的处理器，日常使用发热低，流畅度稳定，支持 IP68，视频拍摄能力比较强，是入门级 iOS 机型的首选。槽点呢是60Hz 刷新率，快充速度半年20瓦加。当然 iOS 的60Hz 动画流畅度相比安卓之前的60Hz 呢要更能接受些。128GB 推荐入手价格呢是5100元左右。第二款是爱酷10 Pro， 核心配置规格上来说，这次爱酷10 Pro 确实给得很全面啊，比如说有 2K E5 120Hz。大面积超声波屏下指纹，有50瓦无线充电，同时呢还有200瓦这个快充优势卖点，可以说是要啥有啥。不过这次后盖的 ID 造型，说实话确实有点丑，总感觉从爱酷8 Pro 开始，后盖的 ID 设计呢是一代不如一代。影像配置规格相比爱酷8 Pro 呢也是有所倒退。当然横向对比今年的同价位机型，拍照表现呢也没有拖后腿。12+256GB 推荐价格呢是4800元左右。今年12S Ultra 无论是日常的流畅度还是相机的成像优化，都是进步挺大的。MX989英寸大底主摄配合徕卡的调色水印，确实能够随手拍出许多好看的照片。相比今年其他影像旗舰，12S Ultra 的5倍长焦优势呢挺大。色彩、快门延时方面进步明显。经过几个月的市场行情波动，目前价格呢也是趋于稳定了。喜欢拍照的同学可以入手。其他方面该有的也都有啊，相对不足的地方还是外观相对老气，67瓦残血版快充，充电速度相对慢了些。12+256GB 推荐入手价格呢是5800元左右。6000元以上的机型啊，目前主要还是以 iPhone 的 Pro 系列为主。当然，从实际的体验上来说啊，今年14 Pro 系列除了灵动岛有更高的辨识度之外，实际的日常使用体验相对于去年的13 Pro 系列，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体验变化。13系列用户完全是没有必要升级的。而现在买13 Pro、13 Pro Max 系列，其实呢也没啥问题啊，毕竟价格呢相比14 Pro 系列要便宜1000左右啊。主要是14系列上市之后，13 Pro 系列整体的供货情况并不是太稳定。这一代 iPhone 14 Pro 系列带来了类似 Apple Watch 的全天候显示，日常使用放在无线充电支架或者说手机支架上看各种消息呢会更加无感，同时续航相比上一代也是略有提升。14 Pro Max 依然是目前所有高端旗舰机型里面综合续航水平最强的一个。A16+120Hz ProMotion 可以稳定流畅好几年，视频录像依然是所有旗舰手机里面的扛把子，拉开安卓阵营挺大一段距离。灵动岛设计一开始用呢确实挺有新鲜感啊，但是主要作用呢还是提升正面的辨识度，让大家一眼看到这是新 iPhone。目前的第三方软件适配情况并不会带来什么使用效率上的提升。
缺点呢，还是和去年的13 Pro 系列一样，不锈钢中框的散热导热能力更差啊，游戏体验反而不如标准版。比如说比较容易降亮度，主摄虽然说升级了4800万像素的大底传感器啊，但是夜景算法还是老样子，没有进步。另外14 Pro Max 垂直中框加240克的机身重量，手感呢是比较差的。OK， 那么以上就是2022年双11的手机推荐了。过完这个月呢，今年手机市场差不多是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安卓阵营从上半年的8 Gen 1火龙肆虐，到年中的天玑9前骁龙8加机型陆续上市，可以选择的机型啊也是逐渐丰富起来了。苹果这边呢，估计是真的缺少竞争压力啊。今年14系列相比13系列呢，实属是挤牙膏。但是在6000加以上的高端市场，安卓阵营这边目前确实难有挑战苹果统治地位的机型出现啊，这点只能等接下来的骁龙8 Gen 2机型啊，看看能不能带来更加全面优秀的体验。当然，如果你不着急入手新机的话，其实也可以看看12月即将上市的一些8 Gen 2机型。根据目前的爆料消息来看呢，各家的新旗舰堆料还是挺猛的，比如说高频 PWM 调光的2K 屏，更多机型呢会上大底潜望式长焦等等。如果是刚需换机的话，那么双11期间入手我们推荐的这些机子也是没啥问题的，毕竟价格水分已经是挤掉很多了。最后还是那句话，人无完人，机无完机，大家在购买手机的时候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来，毕竟赚钱不容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当然，双11期间如果大家有更多好价好机，也可以在评论区相互分享、相互交流。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么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